1個禮拜的時間啊，收了4家幼兒園。我記得去年也是在這個時間節點啊，我們也收了4、5家的幼兒園。但是今年收的這些幼兒園啊，明顯比去年的都要大很多，看來是真的撐不住了。幼兒園倒閉，50塊錢一個桌子，搞到35就失業了，要不然會有這麼多人跑外賣嗎？就是因為不好就業，你知道。廈門作為福建的唯一一個副省级城市，但是這幾年的發展好像遠不如以前。就說房價吧，有的地方是直接腰斬，像我現在是在五緣灣那邊租房住，房東都跟我說，他們以前賣到10幾萬一平，但現在的話也就6、7万了。我來民發這邊10幾20天了，晚上天天都在這邊。這邊是民發的北區，北區真的是人少的可憐，人太少了。這邊最多的就是出租車了，就是出租車跟網約车。你看，除了車還是车，但是消費人群基本上是看不到，店鋪都是空的。還記得19年之前的廈门嗎？不管是鼓浪屿還是曾厝垵，那就一個人擠人，每家店鋪前面都是排隊買東西的，走路都得側身。現在倒好，整條街空蕩蕩，好多店都關了，只剩出租轉讓的牌子。以前過來曾厝垵啊，停車都找不到位置，你現在看，整個停車場空空蕩蕩的，整排店面都空置着。以前的曾厝垵啊，人山人海，擠不動道。現在的話，冷冷清清，空空蕩蕩。過去房地產是福建，尤其是廈門、福州、泉州的經濟與財政支柱。隨着中國經濟下行，房市泡沫破裂，房價暴跌，當地已經大不如從前。而廈門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城市之一，因為它靠近台灣，還有台商經濟的支撐。可是你敢相信嗎？現在的廈門不僅人越來越少了，而且很多人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。本期節目一起來了解。今年廈門呀，到底有多少人丟了工作？這個數字說出來呀，估計比你想的要嚇人。你去軟件園看一看，以前呢，中午出來的時候人是烏泱烏泱的，現在呢，好多檔口直接不幹了，因為沒生意。你呢，再去菜塘那邊的城中村去走一圈，以前呢，租房要搶的，現在呢，一整層一整層的房子空在那，大廠在砍人，小公司呢在關門，外貿的單子呀少了一大截。到了這個什麼石井鎮，哇，這邊的會所好多，都倒閉。路上看，怎麼說呢？店面也是，都是關閉的狀態。這裡應該曾經也是很輝煌的一個小鎮吧。我剛才買了瓶飲料啊，我突然之間發現，這現在大街上就沒有人喝飲料了。我記得這之前大街上大家不都是一邊走一邊喝飲料嗎？人手一瓶嘛，這現在看不見了。你為什麼要撿這個呀？爸爸媽媽他們去返工了，我要撿這些金雀來去賣，而且還能給弟弟們來吃，還能給弟弟買很多的東西。哇塞，這麼厲害！今年失業的人真的太多了。我是89年的，從1月份離職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工作。普通人在這個泉州生活，必須認清的這個3個現實。首先，不要覺得這個泉州是民營經濟大市啊，工資啊就有多高。普通人月薪也就這個3、4千啊，進廠做這個技術崗，或者是進好一點這個工貿企業啊，能拿到這個5、6千。想往好一點這個7、8千衝的話，那真的是得熬這個資歷啊，拼這個本事。近年來，廈門的民間傳統行業和中產階級出現了許多失業與倒閉潮。過去被視為經營最穩健的大型連鎖或是行業龍頭，現在也撐不住市場的寒冬。曾是廈門商業領域一哥的廈門國美電器，因資不抵債，被債權人向法院申請破產清算，成為該集團旗下第一家倒下的分公司。以廈門為總部基地，曾是中國各大綜藝與電梯廣告常客的伯爵旅拍，因不提結婚人口減少與消費降級，陷入嚴重的債務漩渦與欠薪風波，被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，拖欠數百名員工薪資。大家好，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產品，來自快子的明目冷敷眼貼。大家知道啊，我們現在很多人每天眼睛都在超負荷的工作。
假設說在正常情況下，肝腎每天可以為眼睛提供10個單位的營養，但是這些現代生活方式呢，已經大幅增加了眼睛的消耗，導致眼睛現在每天需要15至20個單位的營養。當供應少於需求時，就會出現這些問題。眼睛很多問題是沒有辦法替代的，所以護眼這件事情不能等出了問題再說。這款日本生產的眼貼適合在長時間用眼之後使用，是一種日常護理的極佳選擇，對眼睛乾澀、眼前黑影、眼壓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在中国呢，为觀眾朋友們爭取到了優惠價，只要輸入我們的專屬優惠碼 KZG 就可以享受優惠價。購買鏈接呢，我們會放在影片描述和留言區置頂，快來選購吧。倒閉了，倒閉了，2個月把50萬虧得1分不剩。現在完全失業了，真的在大陸要待不下去了。但是我又沒辦法把你帶回去，我帶你回去好貴哦。你個傻狗，你現在還在這裡笑，你都沒辦法跟我一起回去了。我要想辦法給你找一個靠譜的人把你帶走。如果下半年生意還是沒有好轉的話，我把房租幹完就不幹了。昨天在店裡做了1天，就減了2個人，今天到現在也是減了2個人，真沒想到啊！福州餐飲大地震，5洲家豪倒了，老福州人的排場終於不值錢了。福州的家人們，最近有沒有覺得我們福州的酒樓版圖一夜之間變天了？5洲家豪那個以前結婚必須要去的排場擔當，現在改名是5洲華庭，想要續命，結果沒救回來。還有像富麗華，以前海天盛宴多風光啊，現在呢高端自助全關了。我今年已經27歲了，沒車沒房沒存款也就算了，現在一個人在北京的出租房，還失業了2個月，找不着合適的工作。這個月的行情真的是慘不忍睹啊！我要去車間看一下，我們現在到底是幾條線在生產，跟着清潔鏡頭走啊！天哪，這邊3條都沒有開，現在師傅是在放料嗎？這邊1條也沒開，哎呦，我頭痛死了，這樣子也不行啊！再過幾天就要發工資了。福建多個著名城市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大蕭條情況。過去人潮洶湧的景區與老牌商圈，如今看到的都是大批店面空置。中山路與明發商業廣場作為廈門代表性的地標，中山路傳統步行街與明發廣場近期頻頻被網友拍到街頭冷清、大面積實體店頂讓的景象。隨着遊客人減少，當地年輕人因高房租流失，大批小吃店、服裝店不堪租金重負，紛紛倒閉。而民生消費低迷，導致需要資金鏈周轉的行業同樣也頻頻爆雷。例如，廈門部分知名足浴、美容連鎖店無預警停業，導致大批消費者求償無門。房地產泡沫也成為廈門中產階級失業後最沉重的痛。網絡上近期熱議一個真實的廈門買房血淚故事。一位中產屋主在2021年高點以850萬人民幣購入房產，貸款500萬，月供高達2.7萬，後來因產業景氣轉差而失業，在失去收入來源的情況下無力支付房貸，最終房子進入法院拍賣，僅以455萬賤賣，扣除移繳費用後，不僅首付款全沒了，整體慘賠479萬，甚至還倒欠銀行49萬，被網友感嘆是一個決定半生清零。兄弟們，你看大西北民勤服務區，你看這麼大的服務區，看到沒有？沒有一輛車啊，就我一輛車在這裡，厲不厲害？溫州開工廠的，現在大部分都在為工資發愁。我18歲開的廠，到現在20多年了，光了吧捨不得，半輩子的心血；不光吧，每個月都要虧錢，銀行貸款壓着身家，真光了，房子車子全沒了，想轉型沒資金，想降價搶單，利潤傳給了工人，死不掉，
又关不掉，只能熬到哪一天我也不知道。我家有个亲戚是开便利店的，他说今年是相当反常的一年，今年连雪糕都卖不出去了，雪糕都没人买。他说这么多年2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，雪糕啊，像什么卖西瓜的，西瓜也卖不动了。人怎么可以做到又忙又累又穷呢？答案就是创业。我快40岁了，去创业開民宿，直接中年返貧，把我40年來所有的積蓄都砸進去了，現在還負債。現在我的個人開銷全靠刷信用卡，好不容易經歷了半年多的裝修，終於開業了。試營業1個月賺了不到2000塊錢。你說我好好的創什麼業呢？我工資到手1800，我老公1500，好多人說不可能，這一定是假的。我也希望這不是真的啊！一個碩士，一個本科，小時候努力學習就是為了長大了兩口子一共掙4300的嗎？多離譜啊！你們看我的工資和這一年總收入才5萬多，一個月2800是真的。這桃子昨天摘的，賣10塊錢6斤。這大市場連個人都沒有。甜瓜1塊錢一斤，知道了。中共統計局最新公布的6月份 CPI 與 PPI 數據顯示，生產端與消費端持續分化，中國經濟失衡的情況仍在加劇。6月27日，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在北京召開，多名中共現任及前任政府顧問出席會議，公開呼籲政府糾正這種生產強、需求弱的失衡狀況。中國人民銀行顧問黃海洲以日韓為例直言，一個深陷通貨緊縮的國家不可能實現技術創新。據中央社等媒體報道，中國今年出口和工業生產快速成長，但國內消費者信心卻趨弱，從而導致經濟呈現出典型的 K 型增長走勢。所謂 K 型經濟，是指如字母 K 所呈現的兩極化的經濟現象。目前，中國經濟受惠於新科技，如人工智能、半導體、電動汽車等所謂新質生產力的產業與企業持續獲利，而其他傳統行業則面臨萎縮與被淘汰的困局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